这绝对是我看过最精彩的高分推理剧。某瓣评分9.4，看过它的人都是这样评价的：神作、经典、探案剧的天花板。然而这部剧真的有这么好看吗？好了，话不多说，影片开始。在阿根廷一个名叫天鹅花园的餐厅里，一名妙龄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下毒杀死。随后经过调查，大侦探波洛在死者的包里发现了一小瓶氰化钾，于是大家便认为该名女子是死于自杀。可女子的丈夫却声称这根本就不可能。波洛也觉得事有蹊跷，正准备调查这起案件时，突然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阿根廷当地发生了政变，波洛也被当成了间谍犯抓走。随后波洛被带到监狱，军官查到他的护照是伪造的，因此便认为他是来阿根廷从事间谍工作的嫌犯。就这样，波洛被遣送回了英国。这起花园餐厅毒杀案也成了他唯一没有破获的案件。转眼间过去了2年，波洛在自己的侦探事务所吃着早餐，助理小黑看着报纸说道：“有一家名叫天鹅花园的法式餐厅，这个周要在镇上开业。”听完此话，波洛瞬间想起了2年前的那起案件。正想着，突然秘书柠檬小姐拿着一只黄色鸢尾花从屋外走了进来。她声称有人将这朵花放在了门口的信箱旁。波洛看到花，再次想起了什么，随后向2人讲起了在阿根廷遇到的那起离奇谋杀案。2年前，他去阿根廷旅游，入住了当地的花园酒店。在酒店大堂，他发现一对情侣正在争吵，女人名叫小美，她抱怨着男友只会利用自己。原来男友名叫小帅，是一个记者，他和小美都是英国人。这一次小帅带小美来阿根廷的目的是想采访小美的姐夫巴顿。巴顿是一个石油大亨，小美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于是扔下男友一个人离开了这里。随后波洛找小帅聊了起来，小帅表示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采访一下巴顿和巴顿的合伙人卡特。巴顿和卡特2人在阿根廷发现了一个新的大油田，只要拿到当地政府的许可证就能狠狠赚上一笔。说完，他指了指身后的那个秃头老男人，声称那就是卡特。与此同时，巴顿正在和阿根廷老将军谈许可证的事情。为了达成合作，巴顿还拿出了一大笔债权。另一边，波洛和小帅交谈结束，来到酒店前台，刚好碰到了走出来的阿根廷老将军。老将军走后没多久，房间突然停了电，紧接着波洛还在楼梯下方偷听到了卡特与巴顿的妻子大美正在为什么事发生争执。卡特似乎在哀求大美不要将那件事情说出去，然而大美呢却不为所动，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转眼间到了晚餐时间，卡特、巴顿、大美和小美在天鹅花园餐厅用餐。餐厅知道大美喜欢黄色鸢尾花，于是在他们的餐桌上铺满了鲜花作为装饰。几人正交谈着，突然间一个舞女走了过来。舞女和巴顿是老朋友，她的身后跟着过来一个男人小帅。原来小帅答应他帮他写一篇报道，提高一下知名度。作为交换呢，舞女要带小帅来见巴顿和卡特。于是餐桌上又多了2人，舞女和小帅。用餐期间，巴顿和舞女去舞池中央跳了一支舞，跳完之后，巴顿又出去接了一个电话。此时舞台上一个黑妹正在唱着云南的经典曲目。拿着青春陪你度，最后你却让我输，说过永远陪我笑，你却让我放声哭。舞台下的观众们都被这美妙的歌声吸引住了。没多久，巴顿也回来了，众人一起庆祝。然而就在这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大美在喝完酒后的下一秒就中毒身亡，倒在了餐桌上。这是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谋杀案，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遭人杀害。大侦探波洛也在现场，可他就是看不出凶手的作案手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波洛看着黄色鸢尾花，瞬间意识到了什么，他觉得这是有人在向他求助，于是和助理小黑急匆匆地出了门，来到准备开业的那家天鹅花园餐厅。经过询问，餐厅的老板表示，巴顿已经提前打电话预定好了座位，和2年前的那场聚会一样，6个人的位置，并且他要求餐桌上还要铺满黄色鸢尾花。听完，波洛很是不解，大美已经死了，巴顿为什么还要预定6个人的座位呢？为了弄清楚这一切，波洛向餐厅老板打听了其他人的下落。随后2人来到一家剧院，舞女现在就在这儿上班。通过询问，舞女表示大美就是自杀身亡的，理由呢是她的老公巴顿已经不爱她了。说完，舞女还声称这2年来她一直和巴顿有来往。就在前几天，巴顿还邀请她去参加天鹅花园的晚宴。交谈结束后，波洛和小黑又来到报社寻找小帅，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刚进门就发现小帅和小美又在吵架，而这次发生争吵的原因呢是小帅写了一篇关于巴顿开采石油的文章。这篇文章揭露了巴顿在阿根廷进行官商勾结的惊天内幕。和2年前一样，小美生气地离开了。随后波洛找到小帅，得知小帅和小美也在本周5被巴顿邀请前去参加天鹅餐厅的晚宴。接着小帅还表示，他一直在偷偷调查巴顿和卡特在阿根廷的石油生意，现在卡特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他是英国政府的转包商，巴顿背着他在幕后干了很多不正当的事情。原来2年前那个逮捕波洛的阿根廷老将军和卡特是老朋友，巴顿就是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才选择和卡特合伙的。当时阿根廷发生了政变，
然而政变结束之后没多久，老将军就去当了石油部长，三人在阿根廷混得风生水起。可好景不长，前段时间老将军被当地政府查出有严重的贪腐问题，直接被枪毙了，后台没了，石油生意也彻底凉凉。巴顿和卡特逃回了英国，两人的合作也就此宣告结束。谈话结束，波洛和小黑转头找到卡特，卡特承认小帅说的那一切都是真的，并表示自己已经做回了老本行，帮英国政府到处寻找矿产资源。说完，波洛又去找到巴顿，在这里遇到了巴顿和巴顿的小姨子小美。对于周五的晚宴，巴顿表示他就是想简单的聚一聚，吃个饭而已。话音刚落，小美就表示其实周五那天是他姐姐大美去世2周年的忌日，所以他们才会召集众人聚在一起，目的就是想悼念一下死者。接着小美还看了巴顿一眼，然后意味深长地说道，再有1个月我就彻彻底底的自由了。说完，小美转身离开了这里。随后巴顿告诉波洛，其实我举行这场晚宴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找出杀死大美的真凶。原来巴顿一直不相信妻子是死于自杀，他觉得凶手就在那晚参加宴会的几个人之中，于是便组织了这场聚会，目的就是为了找出真相。说完，画面一转，波洛安排助理小黑去死者的老家调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自己则去天鹅花园餐厅定了一个位置。波洛有预感，这次的聚会凶手还会再次作案。波洛外出旅游时遇到了一起谋杀案，凶手在他的眼皮底下下毒杀人。然而2年之后，凶手还想利用同样的方法再次作案。这一次波洛能抓住真凶吗？转眼间到了周五这天，波洛收拾打扮好，准备前往天鹅花园。与此同时，助理小黑在波洛的安排下来到了大美的老家，在这里找到了大美和小美的律师。通过询问得知，大美当年继承了父亲的全部遗产，继承遗产后，他又立马立下了遗嘱，遗嘱受益人是他的妹妹小美，但是当时妹妹还没有成年，于是他就在遗嘱中委托巴顿作为小美的监护人，将遗产以信托资金的方式先交给巴顿管理，等小美21岁的时候再转交给他。说完，画面一转，众人已经到达了天鹅花园餐厅，晚宴也即将开始。然而就在这时，波洛突然在前台收到了助理小黑发来的电报，定睛一看，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随后波洛径直来到巴顿他们这桌，对着几人说道，大美并非死于自杀，她是被人谋杀的，凶手就在你们几人当中。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都懵逼了，凶手是谁呢？他又是怎么作案的？正议论着，巴顿突然站起来说道，他要去给大家点一首歌。就这样，台上的歌手又唱起了2年前的那首经典曲目。打你电话打不通，回回都在通话中，口口声声说爱我，可是要把我逼疯。表演结束后，巴顿也回到了座位，众人像2年前一样再次举杯庆祝。然而这一次，当小美喝完之后，她就和当年的姐姐一样中毒死在了餐桌之上。随后小美的尸体被警方带走，波洛将众人召集到餐厅2楼，开始对案件进行推理。波洛表示，现在我们已经见证了2起谋杀，想要侦破第2起案件，那么就要先弄清楚第1起案件是怎么回事，大美为什么会被杀死呢？2年前，波洛在楼梯下边无意间偷听到卡特和大美曾发生过争吵，然而他们是为了什么事发生争执的呢？波洛询问卡特，当时你们是因为什么在吵架？卡特沉默不语。波洛继续说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和大美当时在谈什么，之所以不说，是想等你自己承认，把你胸前那个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随后卡特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了1小瓶氰化钾。波洛接过药瓶一看，正想宣布凶手，然而就在这时，一名服务员推着餐车走了进来。波洛对着卡特说道，当年你和巴顿在阿根廷拿到的石油开采许可是通过不正当的渠道获得的，你们早就知道了阿根廷会发生政变，还记得之前巴顿给那个阿根廷老将军拿过一大笔债券，其实那些债券是英国政府的公债，卡特挪用了英国政府给他用来寻找矿产资源的钱，以此来贿赂老将军换取石油开采。大美就是发现了此事，所以才和卡特发生了争执，最终被某人灭了口。说完，卡特情绪激动地承认了这一切，他表示波洛所说的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他并没有杀害大美。接着卡特指着巴顿继续说道，凶手应该是他才对，因为当时他的处境和我一样，去贿赂老将军的人是他，幕后的主策划也是他，如果此事败露，那么他就会和我一样锒铛入狱。可现在有一个点非常的奇怪，那就是2年前的聚会，当时巴顿跳完舞后又出去接了个电话，根本就没机会也没有时间下毒，并且今晚的宴会服务员在倒酒时他也没有在现场。如果他是凶手，那么他是怎么作案的呢？波洛表示，其实凶手就是巴顿，不管是2年前还是今天，现场只有一个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桌子并在酒杯里下毒，而这个人呢，就是服务员。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巴顿在每次表演的时候都找借口离开，然后装扮成服务员来给众人倒酒。就这样，他分别在大美和小美的酒杯里下了毒，并将毒药放在了大美的包里和卡特的口袋里。2年前，他将大美的死伪装成自杀，而这一次呢，他又将小美的死陷害给卡特。
说完，巴顿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杀害小美的动机。波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说出了他的秘密：在小美还没到21岁之前，你以信托资金的方式管理着她的遗产。现在还有1个月，小美就要满21岁了，那时候你就要拿出全部的信托资金转交给她。然而，你拿得出来吗？那些钱应该早就被你挥霍完了吧？说完，巴顿立马站了起来，指责波洛在胡说八道。什么假扮成服务员作案，这怎么可能会不被人发现呢？波洛没有回应他，反问道：你有注意到刚才给你倒咖啡的服务员是谁吗？随后，服务员摘下了帽子，此人正是刚刚被毒死的小美。原来，波洛早就提前告知小美，让她不要喝下那杯酒。波洛安排好了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引出真凶。而且，波洛在侦探事务所收到的那只黄色鸢尾花，也是小美寄过去的。他知道自己的姐姐根本就不可能自杀，于是邀请波洛来找出真凶。好了，案件被侦破，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喜欢大侦探波洛的，点个赞，关个注，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